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带大家过情关。剧中胖菊假扮小叔子与嫂子约会，表明身份后又对甄嬛百般呵护，这样的场景令人感动，又有点尴尬。然而看了后面的剧情之后，胖妮却从这约会和宠溺中看到了人性的灰暗，也切实感到在当时的皇上心中，甄嬛一点都不重要。皇上为什么要假扮果郡王与甄嬛谈恋爱呢？胖妮想，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三。第一，后宫妃嫔在皇上面前多有伪装，皇上以一个闲散王爷的身份出现，便于在接触中了解甄嬛的真性情。第二，皇上想要让甄嬛爱上他这个人，而不是帝王的光环，也有点想试试自己的个人魅力到底如何的意思。第三，皇上初见纯元的时候就还只是个王爷，如今皇上喜欢貌似纯元的甄嬛，以王爷来称呼自己，无非是为了重温当年与纯元谈恋爱的场景。从一开始，皇上就没有将甄嬛看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而是把她看成是纯元的代替品。可怜甄嬛一个妙龄少女，真心实意对待皇上，将她看成是自己的初恋和夫君。而在皇上那里，无论是御花园里的箫声，还是承宠之夜的喜服，都只是对亡妻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祭奠。皇上假扮果郡王和甄嬛约会，看似浪漫，实则也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。在圆明园，皇上逼问甄嬛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朕的？这还真不是因为曹琴墨多厉害，会挑拨，而是因为这个尖锐的问题像是一根刺，早就扎在皇上心中了。从皇上决定假扮果郡王撩甄嬛开始，皇上对甄嬛的怀疑已经不可避免了。他不能确定甄嬛爱上的是自己还是果郡王，更加不能确定像甄嬛这种能够在御花园里与王爷互撩的女人，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本本分分，恪守妇德。那么皇上在假扮果郡王之前，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他必定是想过的，想过还做了，就只有一个解释，在与甄嬛相遇之初，皇上根本没有想过对甄嬛投入真感情，更没想过会爱上她。在皇上的心中，甄嬛不过是纯元的影子罢了，一个影子，喜欢就宠一宠，若心中实在不舒服，就放一放，或者废除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后宫是什么地方？是全天下对女人要求最多、规矩最严的地方。甄嬛作为后宫妃嫔，居然在御花园和皇上假扮的果郡王眉来眼去，这事传出去，别人会怎么看？当时是男权社会，皇上又贵为天子，自然没有人敢对他嚼舌根。但甄嬛纵然再得宠，也只是个贵人。她上头有丽嫔，有华妃，有皇后，还有最看重规矩的太后。皇上以果郡王的身份与甄嬛约会，使甄嬛心生爱慕，是对甄嬛清誉的玷污，也是没有考虑甄嬛处境的自私的做法。这也同样说明，皇上最初对甄嬛的好，只是源于初恋情结，或者是一种执念，与爱没有任何关系。当然，在后面的剧情中，随着相处时间的延长，关系的日益加深，皇上对甄嬛是动了感情的。可能这一点他自己最初都没有想到。然而对甄嬛来说，皇上的做法给他造成了莫大的伤害。当甄嬛不知道自己长得像纯元的时候，他会认为皇上假扮果郡王约会一事虽然处理得不够妥帖，但这一切都是因为爱，他与皇上之间的互动也是爱人之间的小情调。一旦婉婉泪清四个字真真切切落在眼中，再回头想想和皇上出狱的场景，甄嬛会觉得这段感情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。而自己小女儿的娇羞，自以为高超的撩技，受宠时的惊喜和满足，落在知情者眼中，就像跳梁小丑一样愚钝可笑。这对于心气儿极高的甄嬛来说是一种侮辱，是不可承受的。如此看来，甄嬛那一句这些年的情与爱终究错付了，以及后面出宫去甘露寺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。毕竟疗伤需要时间，忘记一段感情需要时间，狼狈的将丢失的自尊一件件拾起来更需要时间，蜕变亦然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